2021年9月，外科医生在纽约大学朗格健康中心对一名脑死亡人类进行了首例基因工程猪肾异种移植，没有立即排斥的迹象，原因是猪胸腺也被移植。肾脏是从一头猪身上获得的，这头猪经过了特定的基因编辑，以去除会导致人类出现器官排斥反应。医生把一个猪肾连接到患者的一对大血管上，猪肾留在患者体外，用于观察手术效果。虽然这次手术并没有将猪的肾脏放置到人类肾脏的位置，但与患者血管相连后，猪肾正常发挥过滤废物、产生尿液的作用，排尿水平与移植人类肾脏相当。患者手术前肌酐水平异常，在移植后恢复正常，而肌酐水平是衡量肾功能是否健全的指标之一，并且在移植3天内都没有出现任何排斥反应，且患者生命支持设备按预定日期去除。2022年1月，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医生对一名绝症患者进行了转基因猪心脏移植手术。同样的，猪经过了特定的基因编辑，以去除会导致人类出现器官排斥反应，但患者在移植后2个月死亡。患者死因是心脏中存在猪巨细胞病毒感染，可对心脏移植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有人认为，在一种器官移植领域，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是最合适的器官供体。实际上，灵长类的近亲们并不是人类理想的器官移植供体，更优之选其实是猪，因为它们的器官大小与人类相仿，传染疾病风险也较低，且具有数量相对更为充足等优势。从性能参数上看，猪与人的体温均为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心脏大小、管道分布和动力输出，甚至心率都相类似。可预见的器官移植范围包括角膜、皮肤、胰岛、关节、肌腱、韧带、肾脏、心脏、肝脏等多方面。目前在医学界，植入人体细胞的猪的心脏瓣膜已经用于患者治疗，猪的韧带肌腱移植也已经成熟，因此它们被认为是现阶段一种器官移植的最佳选择对象。猪成年仅需9个月，换言之，遵循此方法，总共只用等上1年多的时间，便能获得大小合适的备用器官。而一般情况下，要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肾脏，可能需要4年之久。全球器官短缺导致大约20%至35%需要替换器官的患者死在等待名单上。基因敲除猪就是用一种新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把猪身上容易引起排斥反应的基因除掉，使移植的猪器官能够与人体相容并长期存活。美国有科学家大胆尝试用野生猪的肝脏为肝昏迷的患者过滤肝脏毒素，为他们争取时间，等待肝脏供体。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类的研究已经开展相当长时间。1963年，杜兰大学的医生尝试对6名濒临死亡的人进行黑猩猩到人类的肾移植。在此之后，以及随后几次使用灵长类动物作为器官捐献者的不成功尝试，以及有效的尸体器官采购计划的发展之后，人们对肾衰竭异种移植的兴趣消失了。进行的13次此类移植手术中，一名肾脏接受者存活了9个月，并重返教师岗位。尸检时，黑猩猩的肾脏看起来很正常，没有出现急性或慢性排斥反应的迹象。1984年，美国女婴是第1位接受异种移植的婴儿，她接受了一颗狒狒心脏。她在21天后死于基于体液的移植排斥反应。这种排斥反应被认为主要是由 ABO 血型不匹配引起的。由于 O 型狒狒的稀有性，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该手术并没有推动异种移植的进展，但它确实揭示了婴儿器官数量不足的问题。
1996年，印度阿萨姆邦进行了第一次非转基因猪的心脏、肺和肾脏移植到一名32岁的绝症男子，他在多次感染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参与手术的3人被捕，涉嫌违反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法，在医学界被斥为疯狂科学家。该程序被称为骗局。医生本人签署了一份声明，称他没有做过移植手术，但随后又声称供认是被迫的。他们被判犯有不道德程序和过失杀人罪，并被监禁40天。最后，小编想说，或许再没多久，人类就很成功移植猪器官了。但回教徒又能不能接受猪器官移植呢？以上的是本期内容，如果喜欢，请订阅、按赞和分享，谢谢。